五大富豪同时降临贫民窟，径只为拜访一个20岁的穷小子。只因穷小子乃是他们50年前的主人，当初富豪们也只是从我身上学了点皮毛，如今便已是各方领域的大佬。可当他们再次见到我时，却被我那容颜未老的样貌吓了一跳。只因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活了10万年，不仅创立了道教佛教，就连秦始皇也曾拜于我的门下。直到50年前遣散富豪们后，我便沉睡过去。而如今醒来的我，不再想改变世界，只想当个普通人体验生活。当我穿着一袭黑色长衫行走在喜见山时，却引来无数游客的目光。喜见山上有剧组吗？这人难道是来拍戏的？不知道啊，但这人看起来好帅，也不知道他演的什么电影。众人看着我不免窃窃私语。我以前便住在这喜见山上，沉睡之前也曾吩咐身边的人散去，唯有身边的管家，他如果还活着，很可能还守着山上的宅子呢。一路前行，我听闻山上还住着一位精通卜卦的仙人，不禁摇了摇头。凡是追随过我的人皆有所获，当年管家江长风便跟着我学了些皮毛把戏，如今竟被人奉为仙人，说是经他指点的人无一不是平步青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国内数位大佬都是至交好友，每逢节日山下豪车遍地，前来拜访的都是真正的权贵首富。来到山顶的古宅，50年过去了，仍旧保持着原样，只是外面100米到处站满了保安，将古宅保护得严严实实。我刚朝古宅迈出几步，保安立刻迎了上来。你是什么人，想做什么？我还没说话，不远处的2个富二代便笑了起来。哎呦，这小子这身打扮真够骚气的，他不会以为自己穿成这样就能见江老先生了吧？就算是邻家首富想要进去，也都是提前1个星期派人地上拜帖。这小子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。我侧过头淡淡看了那2个年轻人一眼，仅仅是一个眼神的接触，2个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富二代瞬间如坠冰窟，内心升起莫名的恐惧，浑身发抖的闭上了嘴。保安察觉到异常，警惕的向我喝道：“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走，不要逼我动手。”我没有理会他，因为这一刻江长风已经知道我回来了。古宅的门缓缓打开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佝偻着走了出来。原本等待机缘的人全都紧张站起。江老先生出来了，难道先生是要见我？别说话，惊扰了先生那罪过就大了。山顶的众人屏息，保安们全都恭敬站好，唯有我站在原地与江长风遥遥相望。岁月的痕迹深深刻在他的脸上。看到我的这一刻，江长风老泪纵横，颤颤巍巍地朝我走来。我也大步往前，他身前的保安想要拦住我，可下一刻我已经出现在江长风面前。周围人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让那小子过去了？快把他拦下来！如果惊扰了江老先生，看你们怎么办！保安们都急疯了，他们是受各大富商所托来保护江长风的，若有任何闪失，他们都承担不起，当即就要一拥而上。江长风立马伸出手，沉声怒吼：“都给我退下！”1分钟后，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。他浑身剧烈颤抖，因为这群保安差点冒犯了我。保安们不敢不听，连忙清场，将山顶的人赶走。老爷，江长风双膝微曲，就要跪下。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低声吩咐：“进去再说吧。”远处还未散尽的人群呆若木鸡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眼睛出了问题吗？江老先生对那个小子好像很恭敬。那些奉命在这里保护江长风的人回过神后，连忙将这个惊人的消息汇报给自己的老板。古怪的年轻人，看起来很年轻。老爷回来了，是老爷回来了，他竟然真的还活着，而且还是那么年轻。当年追随着我的仆人们全都惊住，有人疯狂，有人激动，也有人起了非分之想。回到古宅内，长风，你与我讲讲如今这世道吧。江长风弯腰红着眼眶禀报：“老爷，如今这世道已经变好了，而且科技发展迅速，老奴这些年也不曾下山，具体情况倒不是很清楚，不如我把小赵他们叫来，让他们跟您说说。”我摇头轻笑：“不必了，我当年走了，他们也就不再是我的仆人。当年的仆人们都得到了我的一些好处，那些在我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，却足以让他们在这世界掀起风云，都是7老80的人了，难道还让他们在我面前点头哈腰吗？”江长风吓得扑通跪倒：“老爷，老奴只要活着1天，就永远是您的仆人。起来吧。”我说道：“你不必这么紧张，这些年你也费心了。至于小赵他们，有缘再见吧。缘起缘灭，我从来不会强求。那老爷，您接下来想去哪里？”“老奴想要继续追随您左右。”江长风眼神满是期冀，外人唤他仙人，只有他知道世间真仙唯我一人。算了吧，你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，好好做自己吧。我摇了摇头。对了，在现在这个世道，我这个年纪应该是在做什么？老爷，您外表看起来只有20出头，在外面应当还在读书吧？读书？我点头道可以。那您应该还在读大学。江长风领会了我的意思，老奴会让人给您安排新的身份的。我点了点头。江长风不敢打扰，如50年前一样在一旁静静守候。就在此时，老宅大门砰的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个嘴里衔着香烟的年轻人闯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群西装手下。江长风大惊，眼中杀意森然，竟有人敢当着老爷的面踹门，无论这人是谁，今日必死。唐景晨。江长风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正是我以前厨子的孙子。老家伙，本少爷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，你是自己死还是我让人动手？唐景晨脸上挂着嚣张的笑，冷冷看着江长风：“你活腻了？”江长风脸都吓白了，他怕的不是唐景晨，而是怕惊扰到了我。唐景晨朝身后勾了勾手指，几个手下杀气腾腾地冲进来：“江老头，我爷爷给你面子，但是昨晚他走了，现在唐家我说了算。我爷爷也真是老糊涂了，唐家3代基业，竟然说等谁回来就交给你打理。你都快入土的人了，也不怕撑死？外面都说你是仙人，有本事就弄死我，让我看看仙人的手段。”我坐在椅子上慢慢喝了口茶，目光平静地看向唐景晨：“他是唐文耀的孙子吗？”“老爷。”江长风浑身一颤，当即跪在我脚边，生怕我迁怒其他人，别人不知道我的实力。可江长风还是见过我的冰山一角，哪怕是我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东西，已经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够面对的。唐景晨见状哈哈大笑：“姓江的，你少装神弄鬼，你是不是想说这小子就是我爷爷说的那个人？可笑，他要是50年前的人，早该埋土里了。”我没有理会唐景晨，
而是看向江长风。唐家还有其他子嗣吗？江长风战战兢兢。唐九龄的儿子10年前没了，除了唐景晨，还有个女娃娃。我慢慢起身，只要还有后人就行。江长风瞬间明白，这话是判了唐景晨死刑了。神神叨叨的说什么呢？唐景晨不耐烦地皱着眉，先打断那小子的腿，让他知道该用怎样的态度跟本少爷说话。是唐少爷。其中一个魁梧汉子狞笑着朝我脖子抓来，我双手负于身后未动分毫。那汉子的手离我脖子不到3公分便停住，像被石化一般，下一秒竟化作黑烟消散，连根毛发都没有留下。唐景晨瞳孔骤缩，吓得连连后退。都给我上！杀了他！黑衣人蜂拥而上，我淡淡瞥了一眼，10几人尽数化作黑烟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还是人吗？唐景晨掏出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给你留具全尸。砰！唐景晨扣动扳机，子弹却诡异地穿过他的眉心，血花从后脑溅射而出。老宅外，数十双眼睛紧盯着门口。唐景晨硬闯的消息传开，各方震动。唐景晨对江老先生动手了，快禀到家主，他开枪了。消息迅速扩散，林家龙头勃然大怒，唐家想造反。从今日起，我林家与唐家势不两立。各界大佬品着红酒面露古怪。江长风若死，世界格局要变了。山庄内5位年过半百的老者聚在一起，他们曾是我的仆人，如今掌控着华夏3成财富。不是说老爷回来了？唐景晨开枪，一人神情复杂。老于你什么意思？当年我们说好，老爷回来我们仍是仆人。50年了，我们今日的成就难道不是靠自己？再等等。只知唐景晨开枪，并没见江老先生尸体。我走出老宅，望着门外张望的人，他们背后的主子为阻止唐景晨，心思不言而喻。升米恩斗米仇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小江，告诉他们，明天我在梧桐街等他们。说完，我人影渐淡，瞬间消失。神仙，真的是神仙！门外的人吓傻了，连忙回去禀报。梧桐街的名字源于深处院子里那棵500年的梧桐树，那是我500年前与妻子一同种下的，历朝帝王都不敢动。院内，一个40来岁的醉汉躺在逍遥椅上，脚边堆着10几个酒瓶子，杂物遍地，早已没了50年前的静养。陈奇峰还在吗？陈奇峰是当年替我守院子的人，死了。醉汉抬了抬眼皮，挥手道：“没事就滚。”我望着梧桐树，你是他儿子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赶紧滚蛋！醉汉抓起一个酒瓶子扔在我脚边，酒瓶炸裂，我未动分毫。我想买下你这个地方，太平盛世我不想动。醉汉嗤笑：“小娃，你知道这地方要多少钱？我卖给你，你买得起？开个价吧，5000万一次性付清。”醉汉又砸了个酒瓶，滚吧！我没理会他，在梧桐树下的石凳上坐下。我身上没钱，但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送钱来。醉汉骂骂咧咧起身，却因宿醉踉跄摔倒在酒瓶子堆里。这时，院外传来汽车轰鸣声，5辆豪车停下，于国安等5位老者走了下来。保镖们守在街口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于国安如今掌控着全球大半新能源项目，国外元首见了都要以礼相待。可他下车后，望着梧桐树，下意识打了个冷战。他们曾跟在我身边学了些皮毛，便有了今日成就。且通过野史发现，我竟活了几千年。华佗曾称我为师，王羲之曾受我指点，商朝甲骨文中也有我的痕迹。走吧。于国安带头走进院子，其余4人紧随其后，神色忐忑。醉汉爬起来，操起酒瓶指着他们：“你们几个老家伙跑我家来干什么？”于国安脸色大变，刚动杀意，我便淡淡开口：“他现在是房主，我要买下这房子，5000万，你们谁给？”小子，你唬谁呢？这群老头能拿出5000万？醉汉嗤笑：“老爷，我给。”于国安掏出支票簿，填了一张5000万的支票，华夏银行的，随时可取。醉汉接过支票，揉成一团扔在于国安脸上，糊弄我，我要现金。我面无表情，给他现金。是的，老爷。于国安不敢违抗。你们拍电影吗？还老爷，在我这拍电影，不给钱别想走。醉汉只当是演戏。10分钟后，于国安的人提着5000万现金赶来，你去拿钱吧。我对醉汉说。醉汉半信半疑地走出院子，看到满箱现金，彻底懵了。卧槽，这些钱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。于国安强压怒火，让醉汉签了买卖协议，还送了他1辆豪车，派人送他离开。老爷，您这些年去哪里了？于国安走到我面前跪下。昨日听闻唐家小子对您不敬，我立刻上山，却没见到您，还以为您不想见我们。我看着他，山上就有他的人，却未出手阻拦。行了，今日叫你们来，没别的意思。我说道，主仆一场，你替我买下住处，我们两不相欠，你们现在拥有的都是你们的，不必担心。于国安等人脸色大变，纷纷跪下。老爷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您赐予的，一生老爷，终身为仆。穿唐装的医神叶灵激动地说，他名下有数十家医药公司，资产过100亿，却深知自己只学了我皮毛。我摇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把我要的东西给我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于国安强压激动，您要什么？身份证，还有我想读书，了解这个新时代，别的不用管，我不希望被打扰，日后遇见，装作不认识即可，不然遵命。5人齐齐应诺。叶灵试探道，老爷，您对这个时代不熟，我让家里孩子陪您上学，做个伴。于国安也连忙附和，我有个孙女，也18岁了，都不用了。我脸色一冷，转身进屋，回头把身份证给我。现在都散了。5人面面相觑，跪下磕了3个头，才躬身告退。我进屋收拾屋子，出来时院子已被清理干净。我躺了一阵，才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，这种一无所有的感觉，我经历过太多次。大富大贵索然无味，平凡日子才更有趣。我在街上逛了许久，许多事物闻所未闻，倒也新奇。到了晚上，我找了家酒吧应聘服务员，白天要读书，只能找晚上的工作。前台妹子打量我2眼，你应聘啊？等等，我叫经理。经理走来，成年了吗？我点头。20了，底薪1800，押半月工资，月休3天，请假提前1天，卖酒有提成。要做的话，把身份证复印一份给我。
我点头，那我明天过来。我才发现复议提成这些我都不懂。5月盛夏，我还没入学，也没正式上班。昨晚回来后，我便躺在院中的逍遥椅上，望着梧桐和繁星。活得越久，越贪恋这人间的新奇。晨光微熹，有人挡住了光线。你就是苏毅。我睁眼，眼前是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，眼神带着审视。你好，我叫于徽因，这是我爷爷让我给你的。少女递来一个封着火漆的黄色信封，我接过信封，于国安的孙女。对，于徽因眉头微挑，不瞒我直呼他爷爷大名，却没发作。他爷爷千叮万嘱，不许惹我生气，要无条件满足我的要求。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有身份证、黑金卡、一封信和青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信里，于国安表了忠心，说卡内有100亿，还让于徽因伺候我，甚至可以住在这里。于徽因对吧？大四四徽因，则百思男，很不错的名字。你懂得很多吗？于徽因嘴角微翘，只当我事先查过，略懂一些。我把银行卡和身份证递给他，麻烦把银行卡还给你爷爷，再帮我复印身份证。我身上没钱，复印费下月发工资还你。于徽因手一僵，你知道这卡里面有多少钱吗？我微笑，这不重要，转告你爷爷，我不需要金钱资助。于徽因差点气笑，你刚才不是说没钱吗？我挑眉，没钱不代表我缺钱，麻烦你尽快，我今天要用，你等着。于徽因翻了个白眼，转身离开。10分钟后，他拿着一沓复印件回来，眉宇间带着不耐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你要是有空，带我去学校吧。我不认识路，也不知道怎么入学。我递上录取通知书，有时间。于徽因深吸一口气，青州大学离这有点远，你住宿舍还是这里？都可以。宿舍是一个人住还是有其他人？4人一间。你要住宿舍，我再安排。我毫不犹豫，住宿舍，这里我偶尔回来。于徽因开着红色玛莎拉蒂带我去学校，车牌号格外惹眼。车子开进大学城，立刻引来围观。车刚停，一群人围了上来。为首的销售公子哥单膝跪地，手握钻戒。于徽因，我爱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天上升起气球，横幅上全是于徽因，我爱你。于徽因冷冷道：赵莹，让人都散了，别来烦我，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赵莹坚定地说：那你就跪着吧。于徽因转身给我开车门，你还坐在里面干什么？我下车，我刚才没注意你怎么开的门。赵莹猛地站起，指着我质问：徽因，他谁啊？于徽因笑了：赵莹，我对你没兴趣，别烦我。赵莹收起戒指，盯着我：小子，你谁啊？我淡淡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下一秒，天上的气球尽数炸开，横幅也被撕得粉碎，碎片纷纷落下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赵莹懵了。于徽因，我们走吧。我无视了他，走吧。于徽因警告赵莹，别招他，懂吗？赵莹眼底闪过狠色，却不敢违逆于徽因。我们走远后，他的手下纷纷上前：赵哥，这小子太狂了，晚上废了他。赵莹冷笑：他明天能不能来学校都是个问题。于徽因带我到男生宿舍楼下，叮嘱道：回梧桐街可坐校内公交到六安地铁站，再转地铁306宿舍。这是你学生证，需要买生活用品吗？需要，你先帮我买，花的钱记下，下月还你。我笑了笑，走进宿舍楼。于徽因气得握紧粉拳，最终还是给弟弟于星河打了电话：于星河，赶紧来男生宿舍门口，我在这等你。于星河宿醉刚醒，一听是姐姐，连忙穿好衣服冲下楼，路上骂退了围观的男生。走到2楼楼梯口，他正好撞上我，见我没给他让路，伸手就想推我，我下意识躲开，他踉跄了2步才站稳，狠狠瞪了我2眼，匆匆下楼。一个目睹全程的男生对我说道：兄弟，你完了，被于星河盯上了，赶紧转校吧。他是于徽因的弟弟，在学校没人敢惹，我什么都没做啊。我有些迷茫，他要针对你，不需要理由。男生惋惜道：趁他没回来，赶紧溜吧。我笑问：于星河和于徽因是姐弟，你连他都不认识？刚来的。男生瞪大眼：你不会跟于大小姐认识吧？认识，刚才我还请她帮我买东西。男生愣了3秒，看我的眼神像在关爱智障。兄弟，你醒醒吧，于大小姐怎么可能给你买东西？自求多福吧。我跟着他走到306宿舍门口，他见状大惊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里是306宿舍。我抬头看了门牌号，你瞎啊，赶紧走，别拖我们下水。男生想关门，我用脚抵住，我就住这里。我朝他笑了笑，我靠，没有这要巧吧？男生面露苦涩：哥，求你换个宿舍，于星河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我说道，说不定于星河是去给我买东西了呢。大哥，你别幽默了，你不会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？男生急了，朝宿舍里喊：都别睡了，我们宿舍来了个疯子。宿舍里另外2个睡觉的人被喊醒，一脸茫然的看了过来。姐，你说什么？让我给人买生活用品，还给人送上去？于星河下楼后，听到于徽因的交代，直接傻了。他从小到大从未干过这种事，连买烟都要让室友代劳，让你去就去，哪来这么多问题？于徽因皱起眉：难道你要让我买了送上去？于星河盯着他，追问：姐，你说的那个苏毅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在他看来，从来只有别人讨好他姐，从没见过他姐这般迁就一个人。我也是今天才认识他，爷爷让我什么都听他的。于徽因越说越气，掐了他一下：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去，当然要去。于星河冷哼：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的3头6臂。赶紧的，全买最好的，男生能用的生活用品都给他备齐，他不要的你再搬下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于徽因想起爷爷的语气和那黑金卡，知道爷爷对苏毅极为重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于星河点头，又迟疑着问：姐，你不喜欢他吧？我说了，我今天才认识他，但你别乱来，要是爷爷生气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于徽因实在怕他惹事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惹他。于星河嘴上应着，心里却盘算着，这小子多半是家里给姐姐安排的未婚夫，他绝不能让对方得逞。就算收拾了苏毅，爷爷也顶多骂他2句。走到小超市门口，于星河接连打了7、8个电话，召集了上百号人，有搬东西的，有凑热闹的，还有开直播蹭热度的。
10分钟后，20几个魁梧学生已在超市候着，给306一个叫苏毅的小子买生活用品，往贵了挑，一人拿一样。于星河吩咐道：“男生宿舍楼下。”于慧英的追求者们纷纷围观，赵莹带着人远远看着，笑道：“看吧，根本不用我们动手。”于星河第一个就不干了。那是于星河哪能忍一个穷学生泡他姐？这小子半天都待不下去。身边人附和道。赵莹哼了一声：“我们看着就好，不是一个层面的人。他运气好，要是真跟于慧英走得近，死得更惨。”另一边，我已进了306宿舍，笑着跟3位室友打招呼。可他们得知我被于星河盯上，都不愿与我交集。兄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别祸害我们成吗？我不解，你们就这么怕于星河？倒不是怕，被他盯上准没好事，让你走也是为你好。我淡定一笑，放心，没事的。其中一人问：“你今天不出去了？”暂时不出去，等别人送东西上来。我说道：“收拾完床位，我们一起去吃个饭。”吃你妹啊！我看你真是疯了。一个男生忍不住吼道，转头对另外2人说：“小胖、俊林，我们把电脑搬隔壁，出去待1天，等事情完了再回来。”他们想把我轰出去，却发现何启立也抬不动我，只能放弃。可他们刚抬着电脑要走，就被门口的跆拳社社长叶虎拦住了。“你们往哪走？”于少说了，306的人一个都不准出去。叶虎身高1.82米，虎背熊腰，堵在门口像座小山。虎哥，于少要找的是他，我们没得罪于少，就是把东西搬去隔壁，免得打坏了。小胖唯唯诺诺地说：“回去，打坏了于少赔你。”但是于少说了，一个都不准走。叶虎喝道：“苏毅，我们被你害惨了。”小胖瘫坐在床上，等会儿于少找你麻烦，别带上我们，我们可不熟。我笑着说：“你们真想出去，我带你们出去就是。你知道外面多少人吗？”叶虎亲自堵门，你拿什么带？王俊林急道：“上回一个1.9米的篮球队队长跟他打架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你这小身板经得起揍？”我点头，应该经得起，但我不想跟他打，太欺负人了。王俊林指着我骂：“你接着吹，还说于慧英给你买东西，他要是能给你买，我当场吃电脑屏幕。”我看向电脑屏幕，认真问：“这东西能吃吗？”干！王俊林差点气炸，我没再理他，看着小胖打游戏，只觉得新奇。这个时代的变化果然超出我的预料。10来分钟后，于星河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回来。于慧英见状，立刻上前质问：“于星河，你闹这么大动静干什么？我让你买东西，不是让你找事。”于星河陪笑道：“哪有找事？东西太多，我一个人拿不动啊。”于慧英拉过他，严肃道：“我跟你说过，不准惹他，你听不懂吗？姐，我就是让他知难而退，爷爷总不能打死我吧？”于星河不以为意，他是金门苏家的，就算是也不算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底细，你别问了，再惹事我自己上去送。于慧英做事要往宿舍楼走，我送。于星河连忙拦住他，我不惹事，你放心。一群人浩浩荡荡上了楼，于星河一脚踹开306宿舍门，反锁后扫了一圈，问道：“哪个叫苏毅？”3个室友齐刷刷指向我，卧槽，真是你！于星河气笑了，冤家路窄啊，离我姐远一点，别以为家里指定的就作数，我不同意，谁说都没用。我点头，谢谢你给我送东西，送你大爷！于星河怒问：“你是金门苏家的，你爸是苏长秋？”我摇头，你误会了，我住梧桐街，没什么背景，跟你姐也不熟。于星河问身边人：“梧桐街在哪？”有人犹豫道：“5环外老城区好像有个梧桐街。”老城区？于星河嗤笑：“穷鬼是吧？东西给你买了，给钱吧，10万块，给不出来，今天没完。”我笑道：“我哪有钱？有钱也不会让于慧英帮我买了。”寝室里的人都傻了。于星河咬着牙：“你是觉得自己幽默，还是帅到我姐痴狂？”我闷闷道：“都有吧，干他！”于星河懒得废话，转过身不愿看我被揍的样子。跆拳社社长叶虎狞笑着上前，捏着拳头咔嚓作响：“小子，今天就把你打成猪头！”我站起身要动手，话音刚落，我一拳打在他鼻梁上，叶虎惨叫一声，鲜血直流，眼泪都疼出来了。我控制着力道，只伤不残，刚好合适。叶虎，下手别太重，调脸打。于星河还以为惨叫的是我，他回头看到满脸是血的叶虎，脸色骤沉，一起上，留口气就行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寝室空间狭小，众人挤着上前，却被我一个个一拳打在鼻梁上。不过2分钟，寝室里惨叫连连，满地是血。我去洗手间洗了手，走到于星河面前，和蔼的笑：“我出去一下，你把地上的血收拾干净，不然我找你麻烦。”于星河吓得头皮发麻，眼睁睁看着我打开门出去。走廊上的人以为我是经于星河同意的，没人敢拦。下楼后，于慧英看到我安然无恙，松了口气。我不方便进男生宿舍，让我弟弟帮你买东西，你看满意吗？还算满意。我点头。你弟弟在帮我收拾寝室，陪我逛逛吧，我有问题请教你。于慧英满脸诧异，却还是应道：“好，你问吧。”我们肩并肩走着，我东张西望，好奇地问：“我看到很多人手拿会发光的东西，手指不停按，那是什么？”于慧英顿住，拿出手机解锁，那叫手机，能打电话、玩游戏、看视频。他一边演示一边解释，心里却怀疑我是故意装的。我听得很认真，这小小的手机竟藏着这么多功能，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逛到手机店，于慧英忍不住问：“你要不要买一个？”我悠悠道：“我没钱，这个应该很贵吧？”“不算太贵，我先借给你，等你有钱再还。”于慧英打趣道：“那行，今天你花的钱都记下，我有钱就还。”我认真的说：“好，你进去选。”我还约了人去博物馆。于慧英无奈道：“博物馆？”我满眼疑惑。于慧英耐着性子解释：“就是展览文物、古董的地方。”
人类遗留的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都在那里，我也想去，不会打扰你吧？当然不会。于慧英脸上满是尴尬，她知道今天两人同行的模样，恐怕已经被全校误会了。进了手机店，导购迎上来，两位想买手机还是充话费？给他选一款旧 iPhone 11 Pro Max 256G 吧。于慧英说道，请问要什么颜色？这款今天10998元。导购满脸激动，我连忙问，这么贵，给我选一个500以下的。导购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于慧英也很尴尬，这手机我送你，不用你还。不行，我们不熟，不能接受馈赠。我摇头，我月薪1800，买这个要省好几个月，随便你吧。于慧英郁闷道，帅哥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是699元的红米8，您要吗？导购无奈问道，就它了。我们买手机的场景被不少学生看到，消息10分钟内传遍全校，论坛上全是讨论我们的帖子。可我们浑然不觉。于慧英教我用手机打字搜索，我学得很快，10分钟就学会了拼音，没多久就玩得很溜。我一边搜问题，一边埋怨，你早说手机能查这么多，我就不用问你了。于慧英差点炸毛，却只能忍着，至少我不会再烦她问白痴问题了。开车去博物馆的路上堵了20分钟，我一直低头玩着手机，解开了不少疑惑。到了，于慧英把车停好，喊我下车，我道谢后却没动，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开车门。于慧英瞬间会意，脸都黑了，却还是咬着牙过来给我打开车门。我下车后，目光立刻投向博物馆，这里有过往的痕迹，总能勾起我的怀旧之心。刚走到博物馆阶梯下，一个双马尾、穿 JK 服饰的女孩子挽着于慧英走过来，身后跟着一个挺拔的年轻人。于慧英看到那年轻人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于姐姐，你可让我等久了。女孩子笑着问，这位是谁啊？以前没见过，她叫苏毅，这是我朋友白青岩。于慧英介绍道。我朝白青岩点头，笑道，寒池月下明，星月池边曲，若不渡青年，却成香映烛。你这名字倒让我想起一个人，你念的是什么诗？白青岩疑惑道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出处。月池，韩愈写的，他是个很有趣的人。我随口说道，当年韩愈做这首诗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还是我亲手帮他写下的。于慧英也很愕然，韩愈这首诗并不出名，苏毅竟真的熟读古诗词。慧英，好久不见。白青岩身后的年轻人上前打招呼，目光扫过我，笑道，这位是你男朋友？我承认上次表白冲动了，但你也没必要随便找个人气我吧。于慧英脸色骤冷，秦林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没必要气你，也不知道你会来，请你别多想。那他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？秦林不依不饶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没伸手，我向来不喜欢跟陌生男人握手。秦林脸色难看，明显被我无视了。于慧英叹了口气，苏毅刚从乡下回来，你别跟他置气，我们各逛各的，行吗？行。秦林咬着牙应道，看我的眼神越发不善，一个乡下出来的野小子，凭什么让于慧英这般维护？青州市博物馆因喜见山出土的文物轰动全国，门票抢手，若不是于慧英神通广大，我根本进不去。于慧英虽和秦林说好各逛各的，可他始终跟在身后，于慧英不便驱赶。我走进博物馆后，每到一件文物前都会驻足片刻。于慧英在一旁耐心介绍，这个环龙青花杯是宋代钧瓷，你知道钧瓷吗？于慧英望着柜子里的杯子说道，钧瓷始于唐盛于宋，距今1300多年，自宋徽宗起被定为御用珍品，世间仅存一只，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。我淡淡道，不过是一个稍稍好看一点的杯子罢了。再说了，世间也不止这一只，你在说笑吗？不过是稍稍好看点的杯子，你以为这是什么？身后的秦林忍不住嘲讽，这只环龙青花杯绝对是世上仅存的一只，真有第二只，早就轰动全国了。我回头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那眼神里的意味，大概是把他当成了智障。宋代钧瓷在旁人眼中珍贵无比，可对我而言，确实只是个稍好看些的杯子。秦林气得攥紧拳头，碍于风度才没发作。于慧英只当我没见过世面，不懂这杯子的价值。说起杯子，我以前倒是有一个全透明的杯子，还算不错。我想起2000多年前用过的水晶杯，随口说道。于慧英暗自咂嘴，觉得我的欣赏水平也就停留在玻璃杯层面，可又疑惑，能随口背出古诗词，被于国安重视的人，怎会如此没见识？秦林在旁冷笑道，玻璃杯的确是不错，跟你的气质很配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如果我没记错，那个杯子应该是水晶的，玻璃制品应该是近几百年才有的吧。说着，我掏出手机查了起来，水晶的。秦林嗤笑，你的意思是，你那杯子还是古董水晶杯？不会是杭州出土的战国水晶杯吧？我搜索出战国水晶杯的图片，看后笑道，应该是吧。慧英，这小子不会是神经病吧？秦林终于忍不住了。于慧英冷冷瞪了秦林一眼，没理他，转而对我说道，前面就是前2日在喜见山墓穴中发现的文物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他自然不信我吹牛，也厌烦秦林的针对，可秦林依旧不依不饶，看我的眼神满是怨毒。若不是我，他不会在于慧英面前出丑。走到喜见山出土的文物前，我忍不住叹气，这些都是我以前的收藏。喜见山那样的墓穴，我有几十个，历经沧海桑田，有些连我自己都忘了位置。不远处，2个戴老花镜的老者正围着一块石碑研究，身旁有工作人员陪同记录。老宋，这石碑该是唐虞时期的吧？可最开头几段文字没人认得，材质也绝非地球所有，上面除了陌生文字，还有甲骨文、小篆，甚至繁体字、盗像日记，记载的是贯穿华夏历史。我走过去，盯着石碑出神，这是我留下的。每次沉睡，我都会在上面刻下近期的趣事。老者们翻译着部分文字，遇见项羽，传他一套枪法，秦朝2代而亡，可笑，不忍天下战乱，警告倭国下手过重。听得工作人员们目瞪口呆，一个恐怖的念头浮现，难道有人从唐虞时期活到现在？其中一位老者见我看得认真，问道，年轻人，你看得懂？我笑而不语，转身要走。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没听到杨先生喊你吗？
一个年轻工作人员冲我喊道。于慧英连忙上前道歉：“老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朋友刚从乡下上来，不太懂礼貌。”我看着于慧英，眼神清澈，我跟他不认识，他问我话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回答？我就是不想搭理他，你不必道歉。在我眼里，这老头还太年轻，所谓尊老根本不存在。于慧英心太炸了，生怕我得罪人，老者也被气到。年轻人，我见你看得认真，以为你看得懂，既然不懂，就别装模作样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无奈道：“我当然看得懂，但我说出来，你估计也不敢信。你说我有什么不敢信的？”老者不服气，那些神秘文字从未在任何古迹中出现过，他不信我能认识。我笑道：“石碑最上面那一段刻着的是，遇到一个叫红军的老道士，还算有点意思，但他有点啰嗦，实力还是有点弱。”周围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。秦林趁机上前：“你说这话，估计只有骗傻子吧？谁会信啊？遇到红军道人，还嫌人家实力太弱，你敢不敢再说的夸张一点？”他想趁机毁掉我的形象，拉我一起难堪。可那老者却开口：“你说我有点信。”说完，深深看了秦林一眼。秦林瞬间僵住，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。我顿了顿，回头看了眼石碑，中间还有一段，我就不说了。后面有一段刻的是，我终究还是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结束了这个时代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，这个世界才会有全新的生灵。两个老者倒吸一口凉气，结合石碑上贯穿华夏历史的记载，他们越发不敢不信我的话。年轻人，你真的认得这些字？老者激动地走到我身边，我叫杨正成，是青州大学退休老师，痴迷古文化。你若能翻译这些文字，我愿意拜你为师。我淡淡道：“你想拜我为师，我就一定要收吗？我现在只想安静逛逛，别来烦我。”杨正成尴尬地僵在原地，于慧英却浑身一震。杨正成哪里是退休老师，分明是青州大学前任校长、荣誉教授，连名流权贵都要给几分面子，他竟要拜我为师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旁边的老者拉着杨正成劝道：“老杨，你别激动，他说不定就是随口乱扯的。”杨正成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冷静下来。我走到一张玉床前，苦笑一声：“这是我以前睡了好几年的床，如今竟被摆来展览，以后想看还要买票。”于慧英跟过来，有些不满：“苏毅，你对老人家说话就不能客气一点？”我笑道：“已经说了上面写的什么，还要怎样？他想拜我为师，哪有这种好事？我的弟子个个青史留名，这老头半截身子入土，根本不够格。”于慧英气得说不出话。我继续逛着博物馆里，除了我墓穴的东西，其他文物在我眼里都不值一提。逛完一圈，我确认墓穴中80%的东西都在这里。你看完了吗？我问道。还没呢。于慧英低声问：“你真的能看懂石碑上的字？”我望着他笑而不语。他被我盯得发慌，转移话题：“喜剑山墓穴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墓中东西竟贯穿几千年，这谁知道呢？”我淡淡道：“你说会不会有人长生不死？”于慧英被石碑内容震撼，忍不住问道。白青岩挽着他的手笑道：“怎么可能？长生不死都是僵尸、吸血鬼，不封建不迷信好吧？可石碑怎么解释？”于慧英不解。我说道：“那你就当这世上真的有人活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不就行了？就当。”白青岩打量着我：“小苏同志，科学是严谨的，人体机能会消耗，器官会衰老，不可能长生不老。”我点头。我研究过普通人的生老病死，也有让女人青春常驻、延年益寿的办法，只是从不轻易使用。白青岩盯着我，打趣道：“你说你认识石碑上的字，难道你是刻字人的后代，还是说你就是那个人？”我点头。石碑是我刻的，山上搬下来的东西都是我的生活用品。白青岩哈哈大笑：“你还真能吹，我信了。你给我讲讲你和红军道人的故事吧。”于慧英也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只当我在一本正经吹牛。不说那个小道士，我认真道：“那年他跟我谈经论道，我教了他不少东西。他后来创立了道教，就是身手差了点，我让他一只手、2只脚，不用任何东西，他都打不过我。最后我还是跟他平局收场，免得让他太难堪。”是。白青岩娇笑：“那你跟秦始皇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笑道：“秦始皇是后人对他的称呼，他在我门下待了几个月，我教了他一点改造武器的技能，没想到他竟能统一天下。”白青岩咂嘴：“你这吹牛不打草稿，肯定经常骗女孩子吧？”我摇头：“我从来不骗女人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从不缺女人，只是因长生难以有后代。”嚯，我信了。白青岩眨眨眼：“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于姐姐？”我看了于慧英一眼，她太小了。白青岩盯着于慧英，又看了看自己，喃喃道：“这还小啊。”我一本正经点头：“有点小。”于慧英俏脸通红，又气又卷：“逛够了没？逛够了我们就走。”周围人多，这般议论让她难堪不已。逛够了。白青岩嘻嘻笑道：“于姐姐，我们去旁边古玩街逛逛吧。小苏同志可是活了几千年的人，说不定能捡漏。”秦林跟在后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本想让白青岩帮自己创造和于慧英相处的机会，没想到白青岩竟和我聊得火热，还白白浪费了2张门票。我听说有古玩街，来了兴趣，那就去逛逛。这世上没人比我更懂古玩，别人靠痕迹判断年代，我却亲身经历过那些历史，一眼就能知来历。走出博物馆，杨正成一行人也跟了上来。杨老，您不会真信这小子能翻译石碑文字吧？工作人员不解，觉得杨正成魔障了。杨正成沉吟道：“不信，但又想信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，华夏历史可能要改写。”我没理会他们，看着大都市的繁华，满心新鲜。于慧英回头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苏毅，杨先生是青州大学老校长，你态度好点，你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。”我淡淡道：“他现在又不是校长。”于慧英气得说不出话。秦林趁机嘲讽：“就你这样，是怎么进的青州大学？”我回头看他，于国安让我进的学校。秦林瞬间傻了，我竟直呼于慧英爷爷的名字，语气还毫无敬畏。于慧英盯着我，咬牙道：“苏毅，你提到我爷爷，能不能有点尊敬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笑而不语。于国安若是在这儿，我对他太客气，他恐怕会当场跪下。算了，随便你吧。
于慧英无奈，决定晚上回去问清楚爷爷为何如此重视我。走到古玩街，我看着路边地摊，笑道：“这里的东西做得挺不错，70%都是赝品，交易还容易被调包。”于慧英告诫道：“别想占便宜，很多小贩装成农民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听起来你很懂。”我笑道。于慧英没好气地看我：“是啊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反正你也不会买。”我没跟他置气，在一个摆满铜器、玉器的摊位前蹲下。于慧英一眼就看出都是现代工艺品，又想起我身无分文，暗自腹诽我又要借钱。这个玉碗怎么卖？我指着一个晶莹的玉碗问道。小贩看了看我和身后的人，堆起笑容：“小哥，这可是乾隆时期的玉碗，你看这成色、品相，还有上面的诗，300卖吗？”我直接打断他：“你是来捣乱的！”小贩笑容僵住，我盯着他，他被我看得头皮发麻，仿佛心思全被看穿，最终咬牙：“算了，卖给你了。这只是30块成本的琉璃工艺品，300块也能小赚。”我回头，没理想躲开的于慧英，而是朝身后的杨正成勾了勾手指。杨正成满脸疑惑，确认我在叫他，才慢慢走过来。身后的人都气得摩拳擦掌，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嚣张地对杨正成：“你帮我买一件东西，我教你一个字，我不会收你为徒。”我说道。杨正成一怔，又问道：“你真的懂石碑上的字？”我抬腿要走，他连忙喊道：“好，只要你教我，你随便买，我都包了。”我指着摊位，这个摊位所有东西你买了送我家去，算多少件？就这些工艺品。杨正成皱眉，小贩急了：“老爷子，你可别砸场子，我这可有不少好东西，毁我名声可不行。”我说道：“我不要古董，现代工艺品挺好看，摆家里玩。”小贩被无视，喊道：“小哥，我这都是古董，全买至少20万，少1分都不卖。2000卖不卖？”我盯着他，小贩被我看得心慌，咬牙答应。2000块能赚800，只是在古董摊卖这么便宜，实在耻辱，只能以后换地方摆摊。杨正成一笑，扫码付款。2000块很值，他记下了石碑上的神秘文字，打算让我识别9个物件，正好学9个字。你家住在哪？我让人送过去。杨正成问道。梧桐街有梧桐树的那家院子，放院子里就行。我看了他一眼，9个字不能再多，今天心情好才教你，以后想学看我心情。旁边的老者劝道：“老杨，走了，何必受这种气？”杨正成摆了摆手，拿出笔和本子，写下一个字。这个字怎么认？我瞥了一眼，这个字代表红军老道士，一个字就代表红军道人。杨正成皱眉，那这个字呢？他又写了一个无聊，可哪里无聊了？我说这个字就是无聊的意思，你蠢吗？我一脸嫌弃。杨正成不恼，又写下几个字，我一一翻译，9个字打乱连起来，意思是红军道人死了，有些无聊，把他的神魂分成了3份，就当是重生，正是一气化三清的由来。杨正成瞳孔骤缩，确定我是真的懂石碑文字。小兄弟，你还要什么？只要你看得上，我都买。杨正成激动地说。我皱眉，我说了，今天心情好才给你机会，再烦我就滚蛋。工作人员忍不住抱怨，不就是会几个字吗？至于这么嚣张？杨正成身后的保镖以为他被气到，要上前教训我，却被杨正成厉声喝止：“你敢！”杨正成递出名片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苏小哥，以后你心情好，能不能再教我几个字？”我没接名片，等我心情好再说。带着你的人走，妨碍我逛街了。教他9个字，只是嫌他烦。杨正成收回名片，吩咐手下送东西，然后带着人离开了。我抬腿就走，于慧英紧随其后，满脸震惊：“苏毅，你对人就不能客气一点？”杨正成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，得罪他很麻烦。我望着他，眨眨眼：“我对你也还算客气了吧？”于慧英无语，我分明把她当丫鬟使唤，这算哪门子客气？逛得差不多了，我该去上班的地方了。我没了兴趣，古玩街的古董我没放在眼里，比起这些，现代工艺品更有趣，也更实用。你是在哪里上班？于慧英满心好奇，以苏毅的古怪脾气，竟会给人打工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清醒酒吧。我昨天刚在手机上学完简体字，知道酒吧是喝酒的地方。我本就好酒，想来这里或许能尝到好酒，就像以前在酒肆当小二时，老板心情好也会赏我2口。”酒吧？于慧英当场愣住。你在酒吧做什么？服务员。我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不妥，开门做生意总归是正经营生。于慧英深吸一口气，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爷爷给的黑金卡我不收，还把青州大学老校长对的没脾气，这样的人竟会去酒吧当服务员。小苏，你要是想要工作，我可以给你介绍，哪里用得着到那种地方当服务员？白青岩对我颇有好感，以他的家世，找一份体面工作绰绰有余。我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都已经答应老板今天过去了，而且他那里晚上才上班，还是可以的。”哦，勤工俭学啊！白青岩笑嘻嘻地望着我，我很欣赏你呢。以后你要是想换工作，可以找我的。你犯什么花痴啊？于慧英以手负额，她对我印象极差，若不是爷爷有吩咐，早就甩手走人了。白青岩笑道：“于姐姐，你别吃醋啊，我可没想跟你抢男朋友。”我说了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于慧英无奈解释：“我可从来没见你对哪个男生这么上心。”白青岩眼睛眯起，又对我说道：“小苏，我看好你哦，加油！”我看了于慧英一眼，说道：“我说了，她太小了，真的不小了。”白青岩望着于慧英的某处，低声嘀咕。于慧英粉拳紧握，咬牙道：“你们够了！我说的是年龄。”我终于意识到，白青岩定然是误会了年龄。于姐姐可是21岁了。白青岩诧异地打量着我：“你看起来好像也不比于姐姐大吧？难道你喜欢那种少妇？”于慧英也好奇地盯着我，眼底满是疑惑。我眼眸中闪过一丝光芒，少女与少妇各有韵味。此刻倒想起了曾经的红颜知己，也懂了某个姓曹的为何偏爱于人妻。白青岩指着我，惊道：“不会吧，你真喜欢少妇？口味这么重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懒得解释。完了，他真的喜欢少妇。于姐姐，你完了！白青岩咂嘴道：“没戏了。”于慧英气得浑身无力。行了，你们赶紧打住吧，不是要去什么酒吧吗？到底还走不走了？我点了点头，走吧，一起。于姐姐，今晚我们就在酒吧玩。
再叫上几个小伙伴。白青岩嘿嘿一笑，要是小苏在那里上的不开心，立马就变顾客，随便吧。于慧英无所谓道，她出身豪门，练过防身术，不怕酒吧龙蛇混杂。我们一行人抛下秦岭，于慧英开车扬长而去，任凭她在身后呼喊。白青岩上车后就把博物馆门票钱转给秦岭，愧疚道：“于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讨厌秦岭，不然我不会叫他来的。”于慧英无所谓的说道：“没事，反正他来不来也没什么，嘿嘿，那我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。”白青岩笑了笑，我叫我大姐过来，我们一起喝个酒。现在酒吧应该还没开门吧？于慧英说道。你先给苗姐打电话吧。白青岩点了点头，拨通电话，姐，你在哪呢？今晚上出来喝酒啊？我给你介绍小哥哥。什么小哥哥？我现在跟叶夏轩在梧桐街等人呢。梧桐街？你们在梧桐街等什么人？白青岩挑了挑眉，想起我住梧桐街，爷爷让我到梧桐街找一个叫苏毅的人，居然还叫我对他言听计从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结果那人不在家，还碰上叶夏轩，他竟然也是来找这个人的。白青岩偷偷瞥了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姐，我觉得你要找的人可能就在我边上坐着。”什么？在你边上坐着？你们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。白青岩说道。我们现在去清醒酒吧，于慧英姐姐跟我也在一起。于慧英竟然也找上他了，动作可真快。我马上过来，你可别再跟别人说有关苏毅的事情了。电话那头说完就挂了。白青岩举着手机盯着我半天说不出话，我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不太喜欢陌生人来烦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白青岩终于重视起我姐姐竟然也到你家找你了。于慧英开车的手一顿，白淼淼心高气傲，竟也来找我，我究竟是什么身份？那就麻烦你，让你姐姐别来了。我冷声说道。她即使来了，我也没打算理她。你还真是。白青岩彻底服气，他姐姐是枫叶集团副总裁，追她的人能排一条街，我竟直接让她别来。于慧英也暗自思忖，于家、白家、叶家都想拉拢我定然不简单。小鱼，你送我到酒吧门口，你们就可以走了，以后没什么事，尽量别来找我。我笑道。我看明白了，你在我身边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小鱼，于慧英内心抓狂，我看着比她还小，竟叫她小鱼，你这算不算过河拆桥？你也可以理解为是过河拆桥吧。你回去后麻烦转告你爷爷，我不希望再有人来打扰我。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会把今天用你花的钱还给你的。于慧英汗颜，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我爷爷的。车到清醒酒吧门口时，才下午5点，酒吧还关着门，门还没开。我要不要带你到其他地方逛逛？于慧英打量着酒吧，这里规模不小，想必鱼龙混杂。你先放我下来。我望着窗外，眼中闪过期待。酒吧门口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，五官清秀，打扮素净。你朋友？于慧英问道。算是吧，你自己拉车门那个把手。门就开了。于慧英没好气地说。你早说嘛。我随手打开车门，气得于慧英牙痒痒。我下车走向那姑娘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显然不认识我。我走到她身边，她才侧头问道：小哥哥，你也在这里上班？我点了点头，笑容灿烂。我叫苏毅。女孩连忙回笑。你好，我叫林以云，你也在这里上班？对啊，昨天面试的。服务生。林以云说道。你刚才从那辆车里下来，你应该挺有钱的吧？我摇头道。我可没什么钱，那车是我朋友的。林以云淡淡应了一声，便不再说话。我们就这么静静站在门口，直到黄昏降临，霓虹灯亮起，一个丰腴漂亮的中年女人过来开门。你们两个是来应聘的？女人瞥了我们一眼，先跟我进来吧。我叫张婷，你们可以叫我婷姐。她走到前台，把你们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，留一下电话号码和名字。婷姐你好，我叫林以云。我叫苏毅。张婷深深看了林以云一眼，笑道：小林，你是应聘服务员，服务员工资可不高。林以云连忙说道：婷姐，我只想当服务员，工资低点无所谓，你们这里不会乱来吧？如果真的很乱，那就算了。张婷点头，既然你只当服务员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出事，遇到问题直接找我。我罩着你。我好奇问道：婷姐，除了当服务员还能做什么？张婷打量我两眼，你酒量怎么样？我认真道：千杯不醉吧。张婷嗤笑，酒吧里说自己千杯不醉的人多了去了，那让你陪那些姐姐们喝酒聊天可以吗？底薪3000加酒水提成。我皱眉，只是陪着喝酒聊天就可以。张婷淡淡道：如果那些姐姐有需要，你也要陪她们睡觉，那不行。我直接拒绝，多少女人缠我身子都没能如愿，怎么可能为了3000块妥协？张婷笑了，那你会聊天吗？不陪睡也可以，只要陪的小姐姐们开心，她们下次还来就行，聊天应该没问题。我心想，这倒比当普通服务员轻松。小苏，你的能力我还没见识到，有3天实习期，表现满意，我让你当业务经理。张婷说道。她见多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没完全信我的话。我点头，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卖酒陪客人，让他们消费。我瞬间明白，这和以前青楼姑娘的营生差不多，只是换了性别，倒有些挑战性。张婷眯眼笑道：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工资多少看你能力，要是被小姐姐灌醉带去开房，我可不管。林以云听得发懵，张婷连忙安抚：小林，你放心，你只负责开酒或迎宾，我不会让你陪酒，也不会让客人找你麻烦。林以云的顾虑才彻底打消。小苏，今晚我有几个朋友过来喝酒，你负责陪他们，我先试试你的酒量。张婷说道。放心，他们不会为难你。我一口答应。可以。我暗忖，若是客人长得难看，也只能忍了。既然做这份工作，就要做到最好。婷姐，我要做到怎样才可以自己挑顾客？张婷沉默片刻，今晚你能让我那一桌朋友开开心心喝醉，我就允许你以后每天挑一桌客人。他根本没当回事，他的朋友都是常年混夜场的富婆，酒量极好，定然能把我灌倒。你们先去换工作服吧。张婷领着我们去后面，给林以云拿了员工旗袍，给我拿了小西装，你们到卫生间换好。我换好西装出来，张婷忍不住上下打量，眼里满是惊艳。我帅得过分，气质却像饱经沧桑的大叔，明明年轻，眼神却藏着星辰。他暗自庆幸
这次捡到宝了。婷姐，这哪里招的小帅哥啊？一个女员工盯着我打量。你好，我叫苏毅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请多多关照。这话是我今天在网上学的。女员工笑着说道。小苏啊，你放心，姐姐以后一定会关照你的哦，你别吓坏她了。张婷白了她一眼，问我你以前经常到酒吧玩？我摇头，没有，今天算是第2次进酒吧，昨天算一次。骰子、划拳、15、20之类的游戏，你玩过吗？张婷嘴角一抽，我沉吟道：骰子我玩得不错，想摇什么就出什么。划拳和15、20没玩过，但你教我，我马上就能学会。我以前开过赌坊，骰子对我来说不难，你吹吧。张婷翻了个白眼，拿过一副头钟放在我面前，你给我摇5个亿出来，只要摇出来，工资翻倍。我一笑，抬手将头钟抬起，5颗骰子飞在空中，再稳稳接住。张婷还没看清动作，我就将头钟放在桌上，示意她打开，5颗骰子整整齐齐叠成一串，全是一。张婷震惊不已，旁边一个帅气小哥凑过来，婷姐，你这是哪请来的大神啊？小何，你行吗？张婷问道。小何摇头如拨浪鼓，我要是这么猛，就不会每天被灌趴下了。他连忙递来一支烟，大哥，你还收徒弟吗？不收，我果断拒绝。接过烟，不过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，真的。小何激动地给我点烟，兄弟，我叫何辽，你叫我小何就行。我点燃烟吸了一口，尼古丁对我毫无影响，自然谈不上上瘾。苏毅，你再摇5个6，也要叠起来的，行吗？张婷仍不相信，我拿起头钟，手腕一抖，揭开后5颗骰子再次叠成一串，全是6。小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婷姐，你刚才说的工资翻倍还算数吗？我问道。当然。张婷果断道，只要你踏实干，底薪6000加酒水提成，1个月1、2万很简单，可以。我对现代物价也有了解，这薪资不算低。今晚小何带你陪我那群姐妹。张婷对何辽说，你教他玩酒吧里的游戏，他还不会。苏哥，15、20玩过吗？何辽问道。我摇头，他简单讲了规则，我们便开始对话。15、20、15、15、20。何辽一愣，运气不错啊，再来，可接连20把，他全输了，心态彻底炸了。婷姐，你确定他真的不会？张婷也很震惊，他从未见过有人连赢20把15、20。随后何辽又教我划拳，10分钟后他连输35把，张婷也输了21把，两人彻底自闭。后来玩牛牛，我每把都是牛牛，他们直接放弃了。小苏，跟客人玩不能这么赢。张婷提醒道，3局输1局，客人连输3次，你陪喝一杯，不然人家没体验，下次就不找你了。婷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笑道，我们这里最烈的酒是什么？来一坛。一坛，你吹得太厉害了。张婷说道，最烈的是最后的男人，等会儿跟云姐他们玩，你能连喝6杯不倒，他们肯定兴奋。何辽倒吸一口凉气，苏哥，你别真喝啊，6杯下去，人至少废3天。川哥喝了躺了3天，我喝了1周不想碰酒，有这么夸张？我倒想试试，我饶有兴趣。小何双手合十，苏哥，等会儿你要玩，给我打暗号，我先去厕所，这酒我可赔不起，全桌男人都得喝。我点头，我用杯子敲3下桌子，你就离开，谢谢哥。何辽对我越发恭敬，之后他又教了我些小游戏，我们很快熟悉起来。晚上8点多，酒吧客人多了起来，于辉英、白青岩竟带着一个女人来了，正是白淼淼。他们一进来，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被吸引。张婷一眼就看出他们非富即贵，亲自上前招呼：“3位美女第一次来吧？还有其他的朋友吗？”白淼淼妆容精致，气质高冷，就我们3人。你这里有什么红酒？张婷微笑道：“您好，红酒的话，我们这里有 white wine、sparkling wine、red wine。罗曼尼、康帝有吗？”白淼淼问完，见张婷神情便知没有。拉菲总有吧？张婷尴尬一笑：“我们这里有96年的拉菲。”96年，白淼淼有些嫌弃，先拿1瓶过来吧。好的，张婷说道。美女，96年的拉菲卖28888一瓶，我给你打8折。白淼淼摆了摆手，不用打折，我给你3万。他指着吧台的我，我问你，那个人在你们这里上班？张婷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说苏毅啊，他是刚来的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他心里乐开了花，看来白淼淼看上我了。白淼淼犹豫一阵，麻烦你请他过来一下。没问题。张婷朝我喊道：“小苏，去 K 吧，有美女点名要你陪，好好招呼。”我知道 K 吧是于慧英他们的位置，点头应道：“好的，婷姐。”于慧英本不想来，却被白淼淼拉来，她好奇我对白淼淼会是什么态度。白淼淼成熟丰满，气质独特，我会不会动心？我走到 K 吧，脸上挂着客套的笑。3位美女，不知道需要点什么？你就是苏毅？白淼淼盯着我皱眉，你现在就在这里上班，当服务员？我点了点头。对啊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白淼淼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明天跟我去办结婚证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公了。我每月给你3万，给你配1辆车，还会给你再找一份工作。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不能碰我。结婚后，我们各过各地。”我眼睛慢慢眯起，现在的女孩子竟这么直接。白淼淼显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产生了误会。白小姐对吧？我拒绝，可以吗？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。若是没找到这份工作，我或许会考虑，但现在绝无可能。白淼淼直愣愣地盯着我，显然没料到会被拒绝。于慧英和白青岩也满脸惊愕，他们从没想过白淼淼会如此直接，见面就提结婚，更没想到她会被接连拒绝2次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白淼淼脸色冷清，认真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我最后给你1次机会，你可以考虑清楚了再回答我。”我想都没想，说道：“那我就只能再拒绝你1次了。”白淼淼银牙紧咬，她爷爷昨日特意嘱咐她接近我，不可得罪。他见我家境普通，样貌俊朗，本打算妥协嫁我，却接连碰壁。这时张婷端着酒过来，身后跟着开酒服务员，打破了尴尬。3位美女，你们好，这是你们要的酒。白淼淼稍稍缓过神，说道：“开吧。”服务员开酒醒酒时，张婷察言观色道：“3位，如果没有其他朋友，需要小苏在这里陪你们喝2杯吗？他今天刚来，可能不太会说话。”3位别生气。白淼淼突然笑了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
问道：“原来你是负责陪酒的。”我没有生气，反而点头道：“如果白小姐想让我陪你喝酒，我当然是不会拒绝的。”那好，白淼淼指了指那瓶红酒，说道：“先把这一瓶喝完，喝完我给你1万块。”张婷连忙问道：“小苏能喝吗？”我笑了，喝酒还有钱拿，当然能喝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喝一瓶1万，还是只有这一瓶。白淼淼被气乐了，听你这语气，还能喝几瓶呢？我努了努嘴，7、8瓶应该没问题，给我拿10瓶过来。白淼淼说道：“现在刷卡。”张婷连忙说道：“白小姐您好，96年的拉菲，我们店里面加上这瓶只有3瓶存货，其他的洋酒也可以，价钱无所谓，就全拿你们店里面最贵的吧，凑满10瓶，我今天就想看他能喝多少。”白淼淼彻底跟我杠上了，张婷应声去安排，选了9瓶红酒凑够10瓶，拿着 POS 机和消费清单过来。白小姐，这10瓶酒一共153088，您给15万就好。白淼淼掏出银行卡说道：“不用你打折，酒水算16万，另外你就站在这里看着他喝多少瓶，我刷几万。”我心中暗喜，这工作果然来钱快，拿起桌上的红酒仰脖子狂饮，1分钟不到就喝空1瓶，面不改色。我体质特殊，酒精根本麻痹不了我的中枢神经，喝酒不过图个口感，这酒还不错。我咂了咂嘴，对服务员说道：“继续开酒。”何聊在另一桌远远看着，惊得直吸凉气。我的动静也吸引了酒吧里其他人，一瓶瓶酒接连被开启，我依旧仰脖子就干。第5瓶了，于慧英满脸震惊，张婷也彻底相信了我千杯不醉的话，暗自庆幸捡到了宝。我喝到第9瓶时，白淼淼脸色彻底变了，她盯着我质疑道：“慢着，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？”我没说话，把最后1瓶酒递给她，眼神示意她自己尝。白淼淼夺过酒瓶，仰脖子狂饮，一口就呛得连连咳嗽，也瞬间明白酒没问题。可我连喝酒瓶竟毫无醉意，这根本不合常理。我没理会她的震惊，拿起那瓶她喝过的酒继续灌。白淼淼美目瞪圆，俏脸发烫，她从未与男人有过这般亲密接触，只觉得被冒犯了。喝完了，我把空瓶放在桌上，笑盈盈地望着白淼淼。张婷连忙上前倒了1杯酒，说道：“白小姐，苏毅她今天刚来，有点不懂事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至于你们刚才开玩笑说的赌约，就算了吧，我们酒吧有规定，苏毅不能收您的钱。”白淼淼借坡下驴，白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那我就不给你了，你给我，我也不一定要啊。”我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：“你就是老板吧？”白淼淼咬着银牙道：“我现在不想看到他，你让他走远一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才来，我会好好教他的。”张婷一边道歉，一边对我使眼色，冷冷地道：“苏毅，你跟我过来。”我跟着张婷离开后，她埋怨道：“苏毅，你不是说你知道怎么哄女人吗？你就这种态度对客人的？”我眨了眨眼，说道：“我没说我会哄女人啊，我的工作不是卖酒吗？刚才也算卖了10瓶吧。”张婷无言以对，随即松了口气。总之，你以后千万别得罪客人，这一单我给你10%的提成，也就是1万6，月底连工资一起结算。你先去小河那一桌陪客人，记住别得罪客人，有难客就找借口离开。多谢婷姐。我跟着她来到和聊那桌，桌上5位30左右的富婆，见了我眼睛都亮了。她们大多有钱有闲，来这里就是图个乐子。其中一位风韵犹存的富婆起身挽住我的胳膊，笑着问道：“小哥哥今年多少岁了？”我也笑着回应道：“20了。”美女，你应该比我大2、3岁吧？何聊在一旁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那富婆笑得更欢了。小哥哥真会说话，等会儿云姐有赏，她便是高云，身家几千万，离异后常来夜场散心。我笑道：“您就是云姐啊？婷姐今天跟我说起过您，说您千杯不醉，让我今晚把您陪好呢。”嗨，什么千杯不醉，别听她乱说。高云挽得更紧了，刚才看你喝了那么多，要是喝不下了，咱们就少喝点。云姐带你出去吃宵夜。我摇头道：“没事，刚才是喝的差不多了，但我跟云姐你一见如故，今天肯定是要不醉不归的。”好，那今晚就不醉不归。高云兴奋起来，点了2箱啤酒和2瓶洋酒。我故意装出醉眼朦胧的样子，陪他们玩游戏，保持赢2把输1把的节奏，气氛很快就热了起来。喝了半个多小时，高云说话都开始打结，抱着我就想亲，我用手挡住他的嘴，微笑道：“云姐，我不是随便的人，请你自重。”高云脸上露出怒意，翻出1沓钞票拍在桌上，亲我1下1000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居高临下俯视他：“云姐，我说了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，你的钱我不会要，我只挣我应得的工资，你这样让我觉得被侮辱了。喝酒可以，其他事情除非我愿意，不然给钱也没用。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大不了就不干了。”高云愣了愣，随即笑了：“有个性，我喜欢。小苏，你别激动，云姐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快坐下来，我们接着喝酒。”何聊和其他几人都看傻了，没想到我竟能软饭硬吃。我们一直喝到11点。张婷走进包厢问道：“云姐，今晚还开心吗？”“开心，小苏是真的不错，以后我来就让小苏陪我好了。”张婷陪着笑说道：“高兴就好。对了，我能让苏毅跟我出去一下吗？他有朋友找他。”高云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苏毅是你这里的人，他朋友找他，怎么不能去？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”我跟着张婷走到门口，他凑到我耳边大喊：“刚才那位白小姐让你过去一下。”我点头应下，跟着他来到 K 吧。于慧英他们果然还在。白淼淼不满地看了我一眼，朝我伸出手：“苏毅，我们现在正式认识一下怎么样？”我礼貌地与他握手。他开门见山：“我叫白淼淼，枫叶集团副总裁。我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让我来找你，但如果你愿意来我公司上班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，至少比你现在的好。”我坐在他对面，说道：“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，所以就不用了。多谢白小姐美意。”白淼淼挑眉道：“你现在的工作不就是陪那些老女人喝酒吗？我之前说让你跟我结婚，很难吗？”我点头道：“抱歉，我卖酒不卖身的，谁要你卖身了？”白淼淼差点气晕，而且我并不觉得你陪的那些客人很老啊。我淡淡道：“
我的工作就是陪客人喝酒，只要客人买酒，我就陪他喝，这跟我喜不喜欢老女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在我眼中，你们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白青岩忍不住说道：“小苏，你不会真的喜欢老女人吧？之前你说你对于姐姐没想法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终于是信了。陪我们这样的妹子，难道不比陪那些老女人好吗？我可是很支持你工作的。”我看了看桌上的啤酒，眯起眼睛问道：“就这点酒，够吗？”白淼淼气得粉拳紧握，给我再拿10箱啤酒过来。好嘞，请问白小姐您要什么啤酒？我们这里最贵的科罗娜128一瓶，您要10箱，也就是120瓶。我脸上满是笑意，提成又能多一笔。白淼淼咬着牙说道：“行，去拿吧，我以后没事就过来看你喝酒，欢迎至极。”我去找张婷下单，她笑得合不拢嘴。小苏，可以啊，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厉害，以后肯定是我们的王牌。记住，别再惹他们生气了。10箱啤酒很快送来，我朝白淼淼眨眨眼，既然要喝酒，我们不如玩点游戏吧。好啊，玩啊，我怕你。白淼淼挑衅道。我们2个人单挑。好啊，我谨记张婷的话，不能表现得太厉害，开局就连输5把，让白淼淼找回了面子。继续。白淼淼兴致勃勃，我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我有点晕了，可能喝不了多少。你不是专业陪酒的吗？赶紧了，少废话。”白淼淼以为我酒劲上来了，我故意憋红了脸，继续陪她玩，保持输2把赢1把的节奏。白淼淼喝得兴起，还拉着于慧英和白青岩一起喝。于慧英一口干了就装醉倒在沙发上，演技浮夸的我都佩服。白青岩被白淼淼逼着喝，也渐渐有了醉意。没多久，高云一行人醉醺醺的从包厢出来，结账后四处找我。张婷连忙应付：“云姐，苏毅被朋友叫走了，今晚我再给你找个小哥哥。”高云挥了挥手：“不用了，你告诉小苏，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过2天我再来找他。”张婷连忙送他出门，松了口气。凌晨2点，酒吧客人渐少，我们这桌的酒全喝光了。白淼淼已经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于慧英坐起来说道：“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”我脸上露出笑容：“明天再来，你没醉？”于慧英皱眉盯着我，我说道：“可以醉，骗子。”于慧英给了我一个大白眼，扶起白淼淼。白青岩还有些清醒，笑着说：“小苏同志，你真能喝啊！”我白青岩服了，彼此吧。小白同志记得常来捧场。白青岩露齿一笑：“当然，我以后会多给你介绍一些阿姨的。你如果不想努力了，记得跟我说哦。”我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如果我不想努力了，首选就是你姐，毕竟她第一个报名的。”于慧英横了我一眼，显然觉得我不要脸，扶着醉醺醺的白淼淼就往酒吧外走。我起身问道：“要不要送你们？”“不用了。”于慧英的话刚落，一个文龙青年就挡在了他们面前。“美女，这么早就走了，要不要再陪哥哥喝2杯？”张婷见状立刻快步走来。于慧英冷冷道：“让开！”那青年怪笑：“小姐姐脾气还挺大的。”我喜。噗！于慧英一拳砸在他小腹上，青年痛得蹲在地上说不出话。滚！他冷喝一声，扶着白淼淼继续走。青年的同伴见状围了上来。张婷厉声喝止：“梁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都给我坐下！”这时张婷的老公徐川走来，抓起青年的头发质问：“你是不是喝多了？”“川哥，我喝多了，对不起。”青年连连道歉，不知道该向谁道歉。徐川松开手，语气冰冷。青年忍着痛，对于慧英点头哈腰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我错了。”于慧英脸色稍缓，算了。说完便扶着白淼淼往外走。徐川对我说道：“苏毅对吧？你跟我一起出来送3位美女。”出了酒吧，徐川反复道歉，得知于慧英没喝酒能开车，才稍稍放心。可当他看到于慧英的车和车牌时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他认出那是于家大小姐的车，暗自庆幸没出意外。直到车子消失，他才擦了擦冷汗，问我：“你认识他们？”“算认识吧，一个学校的。”我说道。徐川追问：“刚才动手那位是不是姓于？”“对啊，于慧英。”“另外2个姓白。”徐川咽了口唾沫。“枫叶集团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于家和白家的人。”我假装不知情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刚从山里出来。”徐川见状也不再多问，拉着我回了酒吧。回到酒吧，张婷朝我招手：“苏毅，过来休息下。今天第1天上班感觉怎么样？”“还不错。”我笑了笑。张婷说道：“你的实习期结束了，底薪6000加提成，怎么样？明天我们签份合同，你至少干满1年，干得好每月给你涨工资，可以啊？”我欣然答应。“加个微信吧，以后工资微信转你。”张婷说道。“微信？”我掏出手机，如实说：“今天第1天用手机，还不会用。”张婷愣了愣，随即耐心教我操作，又问：“你是不是没钱了？”身无分文，我坦然道。张婷当即给我预支了2000块工资，叮嘱我省着点用，有困难找她。我对她的印象好了几分，也留意到林以云在酒吧里并未被人刁难，想来是有人在一旁周旋。凌晨3点半，酒吧客人渐少，张婷召集员工开总结会，让我和林以云做了自我介绍，还特意提醒我新人风头太盛易被针对，后面低调点，该醉的时候就醉。我懂他的意思，却没放在心上。下班后，我走出酒吧时，只看到林以云骑电瓶车远去的背影。我在街上逛到晨阳升起，学会了打车和手机支付，随后前往学校。到了男生寝室门口，不少人看我的眼神很奇怪。我敲开306的门，王俊霖、江彪和杨辉3人直愣愣地盯着我。“苏哥，回来了，你的床已经铺好了。”王俊霖笑着说道。“回来了。”我点头一笑。“哥，我们正式自我介绍下，我叫王俊霖，你叫我小王或小林都行。”“苏哥，我叫江彪，你喊我彪子就行。”“吃早饭了吗？我给你打一份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在门口吃过了。”“哥，我叫杨辉，你可以叫我小胖或小辉。”200多斤的胖子笑着说道。“我叫苏毅，以后请3位多多关照。”我说道。“苏哥客气了，中午我们去喝点怎么样？”王俊霖提议。“好啊。”我顿了顿，“我们什么时候去教室？”“现在就去，等会儿有公共课。”王俊霖看了看手表，拉着我们往教室走。路上，我遇到了林以云，主动打招呼：“这要巧，你也在这里上学啊？”他只是点了点头，拉着同伴快步走远。显然，他因我在酒吧陪富婆，对我印象不佳。他的同伴回头看我，低声问：“小云，那个帅哥跟你认识？”
好帅啊，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昨天才认识，不太想跟他接触。林以云低声说道：“快说，怎么认识的？你不想接触，介绍给我啊！”林以云戳了戳他的脑袋，别犯花痴了，你搞不定他，他好像被于慧英看上了。他就是于慧英的绯闻男友，知道就行了。林以云不再多言。他们走远后，王俊霖凑过来：“苏哥，看上林大美女了，算是吧。”我点头笑道：“牛的，昨天跟于慧英在一起，今天就换目标了。于慧英，我跟她不算太熟，对她也没兴趣。”我摇头道。王俊霖和江彪等人都愣住了，随后一路闲聊着走进大教室。这堂华夏古代史公开课，讲师竟是昨天杨正成身边的陈耀。陈耀也注意到了我，讲课时不时朝我看两眼，却没刻意为难。他讲的盛唐历史与我所知略有出入，但讲得生动有趣，我听得很认真。下课后，陈耀叫住我，笑道：“我没想到你是我们学校的大一新生。大一新生很奇怪吗？很多知识不一定要在学堂才能学到。”我说道。陈耀问道：“苏毅同学，不知令尊是做什么的？”“抱歉，我是孤儿。”陈耀愣了愣，随即激动地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愿教养老校长？古碑上的文字对人类文明意义重大，你能翻译出来，就能名垂青史。”我打断他：“我不需要名垂青史，也不想知道那些。你就没有野心和追求吗？难道想一辈子平凡？”陈耀恨铁不成钢地说。我眉头一挑：“你这是在叫我做事？”陈耀哑口无言。等他回过神，我已经下楼，朝着王俊霖说的竹林小馆走去。路上，我一直跟在林以云身后，看着他被赵莹拦下。“林以云，这邀巧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”赵莹说道。林以云皱眉：“同学，我们不熟吧？我看到你昨天还在追求于慧英，那只是打赌输了，真心话大冒险而已。我叫赵莹，我们认识一下吧。”我想没这个必要。林以云拉着闺蜜就走。等等，赵莹伸手就要拉她，我快步冲上前，抓住她的手腕：“你的手不要乱抓！”卧槽，你他妈哪里冒出来的？赵莹吓了一跳。我叫苏毅，林以云是我朋友，你最好别打她主意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我微微一笑：“又是你，我记住你了。”赵莹放了句狠话，转身就走。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林以云皱眉问道。“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叫苏毅，交个朋友。”“交个朋友好啊。”“我叫丁妙妙，是云云的闺蜜，你可以叫我妙妙。”她主动伸出手：“你好。”我轻轻握了握她的手。林以云点了点头。“我叫林以云，不管怎么说，刚才谢谢你。”“客气。”“你们还没吃饭吧？一起。”我的室友在竹林小馆等我。丁妙妙拉着林以云点头：“好啊，别让你朋友等久了。”到了竹林小馆，我一眼就看到王俊霖3人，而于星河带着一群体育生也在那里，正围着他们发难。306的几个人，昨天没收拾你们，今天遇上了，正好算算账。叶虎起身坐到王俊霖一桌，不屑地推开他递来的烟：“我不抽这种烟。”“虎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穷。”王俊霖讪讪收回烟。叶虎冷笑道：“昨天我们找姓苏的麻烦，你们就在边上看着，什么意思？”江彪忍不住站起来：“你们找苏毅麻烦就找他，我们没惹你们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有种你再说一遍。”叶虎怒视着他：“难道不是吗？有本事找苏毅去，别以为练过跆拳道就了不起，你敢动我，我就跟你死磕到底。”江彪抄起啤酒瓶，叶虎一拳砸在江彪脸上，江彪也不甘示弱，举着啤酒瓶就砸，却被叶虎挡住，酒瓶瞬间炸裂。叶虎掐住江彪的脖子，他的同伴也制住了王俊霖和杨辉。于星河淡淡道：“放心，打坏东西我照价赔偿。”江彪被按在桌上，依旧嘶吼：“叶虎，你有种弄死我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”就在这时，我带着林以云和丁妙妙走了进去。叶虎等人见到我，火气更盛。于星河硬着头皮说道：“苏毅，今天既然遇上了，就不能让你这么走了。”我深深看了于星河一眼，他以为能拦得住我。我刚有了点钱，正想尝尝美食，自然不会走。你这意思是想动手？我瞳孔微缩，眸中金光一闪。于星河被我看得发怵，却依旧硬气：“动手就动手，还怕你了？”他话音刚落，身边的人就操起家伙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我刻意提醒自己是普通学子，不想动手，便侧头道：“你姐姐马上就到了，你确定要跟我动手？你唬我？”于星河瞥了林以云和丁妙妙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我姐来了正好，让她看看你究竟是怎样的渣男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慢悠悠搜了“渣男”的意思，才知他误会极深。于星河见我不说话，以为说中了要害，又道：“你跟我姐不可能，今天这事我会跟爷爷说，你要是爷爷安排的人，只会死得更惨。”我笑而不语。于慧英此时就在100米外，很快就到。于星河又问：“我现在让人打你一顿，爷爷会不会怪罪我？那你动手啊？”我语气平淡，丝毫不怕。你以为老子不敢？于星河朝众人使眼色：“动手，一切后果我负责。”一个学生操着酒瓶朝我脑门砸来，我随手掀翻身旁的桌子，酒瓶砸在桌面，那人被撞得踉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饭店门口传来娇喝。于慧英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到眼前的混乱。于星河最怕姐姐，却还是抢辩：“姐，这小子到处勾三搭四，我看不惯才教训他的。”于慧英脸色更冷：“人家勾三搭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于星河，你越来越不像话，跟二流子没区别。我没有，他昨天还跟你在一起，今天就带他们吃饭，你别上当。于星河急得脸红：“闭嘴！”于慧英冷喝一声，满脸窘迫。于星河的狗腿子低声问：“于少，还打吗？打屁，都散了。”于星河拉住要动手的叶虎：“叶虎，放了人！”叶虎愕然放手，江彪反手一拳打在他脸上：“叶虎，今天的事我记住了，你还来劲了！”叶虎欲动手，被于星河拉住：“今天给于少面子。”江彪，我记住你了。叶虎放下狠话，带着人离开。老板松了口气，于星河等人也很快散去。我看向于慧英：“你找我？”于慧英犹豫片刻：“我想拜你为师。”我摇头：“我不收徒弟，更不收女徒弟。”于慧英俏脸微红：“那交个朋友总行吧？”“行吧。”我语气勉强，并不排斥与他交朋友。坐下吃饭吧。我找了张干净桌子，喊老板点菜，又朝林以云他们招手：“过来坐。”王俊霖3人有些拘谨，我笑着招呼：“过来吧，我请客。”我掏出手机对于慧英说：“对了，昨天借你的钱还给你，加个微信吧。”于慧英打开2维码：“你看着给吧。”
我加了他微信，赚了1500，够了吗？于慧英收了钱，笑说：“老板大方。”老板递来菜单，我看了看，把菜单递给林以云：“你点。”我不点了，你看着点吧。林以云摆手。于慧英接过菜单，麻辣小龙虾来2斤，再来一个红烧牛肉，干煸黄鳝。你还真不客气，我穷，你知道的。我直接打断他。于慧英莞尔，我还以为苏同学富裕了呢。我对老板说，除了1斤小龙虾，其他都不要。我从没吃过小龙虾，想尝尝鲜。你也加一下我的微信。我把2维码递向林以云，林以云犹豫片刻，还是加了我的微信。他的头像是只小鸭子，微信名就叫苏毅，透着一股违和感。我也加一个。丁妙妙笑着掏出手机扫码，王俊霖3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我却毫不在意。这顿饭吃下来，我对现代美食有了些了解，感觉不如自己做的。苏毅，你晚上还要去那里上班啊？于慧英疑惑道。我喜欢那份工作，答应了就会去，没觉得不妥。我面不改色，随便你吧。于慧英不再多问，于星河却在一旁暗自盘算，想找机会去我上班的地方找麻烦。我问了下午的课程，得知是高数，顿时没了兴趣。这是牛顿发明的，在我看来不过小道，便决定翘课。1点半，王俊霖他们去上课后，我溜出学校，在路人指引下办了一卡通，坐上了地铁。地铁快捷平稳，就是太过拥挤，一个小姑娘差点贴到我身上。地铁上，一个花臂男人偷了好几个人的东西，甚至盯上了我的手机。我手指轻轻一弹，他浑身一颤，手瞬间失去知觉。我笑着看他，他竟突然痛哭流涕。对不起，我偷了你们的东西，我错了。乘客们纷纷检查自己的东西。骚动过后，花臂男人在下一站被带走。到了梧桐站，我下车后发现那个小姑娘也跟着下来，便转身问：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“我住这边的。”小姑娘满脸慌张，结结巴巴地说。我看她没撒谎，便转身进了自己的院子。进院后，我把石桌上的工艺品放进屋，就去隔壁看4个老头打麻将。我站在边上观摩。没多久，赢了钱的老陈要去接孙女，对家老头问我：“年轻人，你会打吗？”“会一点，就是没现钱，钱在手机里。”我点头。老头笑道：“你转我手机，我给你现金。”我赚了50块，接过现金坐下上牌桌，刻意输钱，好让老头们愿意跟我玩。小伙子，你住哪里？以前没见过啊。老头们一边打牌一边闲聊。我住隔壁院子，租的陈敏的房子，一个人无聊，过来玩玩。我说道。对家老头笑道：“我叫老林，这是老杨、老黄，我有个孙女叫林雨云，长得俊，你谈朋友了吗？”“我叫你老林吧，亲切。”我笑了笑。“我跟你孙女认识，刚才还一起吃饭了。”“真认识？”老林瞪大了眼睛。“你租隔壁不是为了追我孙女吗？”“哪有，昨天才认识的。”我趁机打探了林雨云的情况，得知她父母双亡，与老林相依为命，学费都是自己挣的。日落时分，牌局散了，我50块刚好输光，邀请他们以后去我院子打麻将。随后我去菜市场买了10几块的素菜，回家炒了2盘，规划起今后的生活。刚看了会手机，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女孩子站在院门前。“请问苏毅是住在这里吗？你找她干什么？”我没承认身份，盯着她。“你好，我叫叶夏轩，这里是苏毅家吧？我是来拜师的，我不收徒弟，你走吧。”我挥了挥手，又是来拜师的，你就是苏毅？叶夏轩皱眉，你多少岁了？20。我眼皮都没抬，那还是算了，打扰了。叶夏轩转身要走，却又停下。你真的是苏毅？我有些无聊，便问，你真的想拜我为师？你是苏毅的话，我就拜。叶夏轩说道。行，我收了。我坐起来，行完拜师礼就算我的徒弟了。拜师礼怎么做？当然是跪下奉拜师茶。我理所当然地说，跪下。叶夏轩脸色一沉，不乐意就算了，我也就是闲来无事收个徒弟玩玩。我躺回椅子，闭上眼。叶夏轩攥紧拳头，最终还是走进屋子。我去烧水，等水开了奉茶。这时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进来。轩轩，你怎么又来这里了？蒋超，我跟你说了，不要跟着我。叶夏轩横了他一眼。蒋超看向我，语气傲慢，小子，你家长辈呢？我们昨天就来拜见了。我直接无视他。蒋超更不满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眉头一皱，冷声道，滚！一声冷喝，蒋超胸口一闷，脸色煞白，双腿一软跪在我面前，浑身发抖。我站不起来。我叹了口气，爱跪就跪，跪完赶紧滚。蒋超只能奋力往院外爬。没多久，叶夏轩从屋里出来，看到蒋超的样子，惊问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吓唬了他一下。屋子收拾干净了。我闭着眼问道，你屋子没什么可收拾的。叶夏轩深深看了蒋超一眼，满心疑惑。蒋超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会吓成